我决定跟首科联手，把这些项目收回来。这不是扯吗？你收回来有什么用啊？有地皮吗？我跟首科通过镜头拿下了。签约当日风云突变，世丰集团的老总因行贿丑闻被执法部门带走，沈浩明的父亲作为相关方受到极大牵连，公司股票如断崖般暴跌，之前精心谈好的各项合作合约也纷纷遭到合作方的质疑与搁置，公司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然而就在这个公司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沈浩明却镇定自若地站了出来，他详细地阐述了一系列早已谋划好的计划，父亲这才惊觉原来沈浩明早有布局。他敏锐地察觉到世丰集团内部存在着严重的分配不均问题，那些真正为公司拼命干活的人得到的回报却少得可怜。为了将关键人物拉入自己的团队中，沈浩明多次不辞辛劳地飞回国，终于在第6次回国时，他成功见到了那个关键人物。沈浩明以真诚和坦率的态度向对方详细阐述了自己的理念和计划，二人一拍即合，迅速达成了合作意向。为了让公司的股票尽快回暖，重振市场信心，沈浩明决定放出与首科合作的利好消息，但他提出要让自己的团队进入公司，并且成立一个独立部门。这个独立部门拥有高度的自主权，所有的人事任命和财务决策都必须有他自己的人参与其中，以确保计划的顺利推进和自身利益的保障。事实证明，沈浩明的这一长远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本市知名房地产企业金达集团与首科地产成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发178号地段。两家企业分别表示，这是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合作，标志着两家企业在多元化发展战略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沈浩明也凭借着这一系列操作，成功进入了公司的核心管理层。然而，权力格局的改变必然会引起既得利益者的不满。公司的一位老功臣吴叔眼睁睁看着沈浩明带人进入公司，自己的权力被逐渐架空，心中充满了愤懑与不甘。他找到沈浩明，试图表达自己的不满，认为不应该这样对待为公司立下汗马功劳的自己。沈浩明却早有准备，他平静地拿出一大份文件，上面详细记录着吴叔在公司盈利期间的种种行为。原来吴叔在公司赚钱的时候，利用职务之便，在美国和澳洲购置了多处房产，严重触犯了公司的利益。沈浩明直言，虽然吴叔是公司的功臣，但如今已经到了退位的时候。他拿出一份离职协议，同时表示会为吴叔争取到法院的轻判，毕竟吴叔在公司多年一直享受着高薪待遇。当晚，许岩来到公司找沈浩明，两人相约一同去吃宵夜。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吴叔匆匆赶来，他承认了公司对自己的处罚，但声泪俱下地诉说着自己为公司多年来的打拼，希望沈浩明能够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他表示自己已经净身出户，外面也没有其他公司需要自己，只求能在公司留下一个闲职。然而沈浩明却坚决地拒绝了这一要求，他以公司规定为由，态度强硬地表示不能破这个例。吴叔见求情无果，情绪瞬间失控，竟然疯狂地拿出刀来，准备对沈浩明进行伤害。千钧一发之际，许岩毫不犹豫地用手臂挡住了这一击，鲜血瞬间染红了他的手臂。沈浩明迅速反应过来，动手制止了吴叔的疯狂行为。看来你真的太退休了。你放开我！没事吧？第二天，独自在家的许岩看着手机中方磊的朋友圈，心中五味杂陈。沈浩明回家后，许岩本想与他好好谈谈昨晚的事情以及自己心中的感受，但还没等他开口，就被沈浩明打断了。沈浩明简单查看了许岩的伤口，确认并无大碍后，便拿出了自己的附属卡作为礼物，还特意强调卡没有限额，让许岩尽情使用。然而许岩看着这张卡，却并没有太多的喜悦。就在这时，沈浩明的电话突然响起，公司那边有事需要他立刻回去处理。沈浩明匆匆与许岩告别，便赶回了公司。回来吃晚餐吗？好啊，点外卖，不要自己做。我等你回来。只留下许岩一人，对着那张附属卡和空荡荡的房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谁能料到平日里总是忙碌于各种商务应酬的沈浩明，竟会亲自前来接自己的弟弟放学。他的眼神中满是温柔与关切，不仅打算带着弟弟去吃一顿丰盛的晚餐，还信誓旦旦地表示今天一整天都会陪着他。晚餐过后，二人一直开心地玩耍到晚上，弟弟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直到快要睡觉的时候，沈浩明还一直守在弟弟身边。就在这温馨的时刻，许岩的电话打来。哥，你又要走了？不走，今天陪你。独自在家等候一同吃饭的许岩，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忙音，他原本精心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满心期待着与沈浩明共度一个美好的夜晚。然而沈浩明的这个决定，却让他意识到二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危机，二人之间的感情也开始消散。第二天，许岩来到公司上班，刚走进办公室，就听见朋友们围在一起谈论着家庭的事情，大家都在羡慕许岩能够有这么美好的家庭，认为他此时一定十分幸福。许岩听着这些话，
心中五味杂陈。为了打断众人的谈论，他急忙说起策划案要及时提交，试图转移大家的注意力。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之前的孙思维又在大发脾气。孙思维目前已经是许妍的外出美食拍摄品尝家，可每次拍摄时，他都吃得非常勉强，完全没有品尝美食应有的享受。要知道，观众对于美食视频是非常敏感的，孙思维这样的表现无疑会影响视频的质量。许妍无奈之下，只能前去劝告他，希望他能认真对待这份工作。他告诉孙思维，以后的视频自己会亲自审核，并且让他以后外出拍摄时不要穿高跟鞋，而是穿运动鞋，这样才能跟上拍摄的节奏。这么做也是为了团队能够变得更好。可是孙思维却并不领情，他认为许妍的想法根本就和那些大女主完全不一样。你老公条件那么好，选择那么多，为什么偏偏对你百依百顺呢？该不会有什么猫腻吧？就在这个时候，助理匆匆前来，以拍摄时间到了为由打断了二人之间的谈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新闻，我是主持人许妍。金达集团和首科地产签署战略合作后，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今天，金达集团负责人沈浩明先生代表两家企业，公布了对于178号地段的开发主题和规划。与此同时，沈浩明正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方磊送上来的项目规划书。这份规划书上贴满了详细的注意事项。沈浩明从这些细节中看出了方磊的努力和用心。尽管方磊家需要绕远路，但他还是打算亲自送方磊回家。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方磊提起了上次自己胡闹的事情。那次胡闹导致沈浩明错过了许妍的生日，他为此感到十分的抱歉。随后二人准备出发，方磊突然因为没吃晚饭而导致低血糖，突然头晕起来。沈浩明急忙扶他坐下，然后拿出一盒糖果给他。在那一刻，二人之间的距离似乎逐渐拉近，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微妙的氛围。来到家楼下后，方磊看着沈浩明，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他希望沈浩明在项目结束之后能够陪自己看一场电影，作为最近辛苦工作的奖励。沈浩明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同意了。他从口袋中拿出了那天方磊丢失的范克雅宝手链，轻轻地为他戴上。方磊的脸颊泛起一抹红晕，心中充满了喜悦。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就此停止发展。之后方磊还找上了沈浩明，二人在许妍的面前开始打起了高尔夫球。随后沈浩明表示要去见云航基金会的众人，邀请方磊和许妍二人一起。许妍眼看只是一顿工作餐，而且她也不想看到沈浩明和方磊在一起的样子，便无奈地拒绝了。晚上许妍见到姐姐后，终于忍不住说起了自己最近发生的事情。她觉得和沈浩明二人之间开始逐渐走远了，而沈浩明和方磊却越来越近，事情似乎逐渐变得不正常起来。她的心中充满了困惑和不安。另一边，沈浩明送方磊回到了家中。浩明哥，你说我棒不棒？我今天终于把蒋云蒋亮帮你给签下来了。总算没白费这个努力。你很棒。浩明哥，你好好看看我。我早就长大了。方磊和沈浩明之间眼看就要发生更进一步的亲密接触。此时沈浩明的手机突然响起，是陈琳打来的电话。陈琳告知沈浩明，事情已经顺利搞定，相关照片也已发送到他的手机上。沈浩明挂断电话后，向着方磊展示方磊的父亲方伯伯刚刚签下的协定。方磊看着协定，眼神中闪过一丝得意，他轻描淡写的说道，自己只要喜欢谁，父亲就会全力帮助谁。言罢，他再次靠近沈浩明，眼神中满是期待与渴望，准备与他更进一步。然而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沈浩明却突然直接转身准备离开。方磊愣在原地，脸上的娇羞瞬间被错愕和愤怒所取代。他这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这段时间沈浩明对自己的好，竟然都是为了拉拢自己的父亲。沈浩明，我干嘛爱你？你把我当疯子！我告诉许妍，我要告诉我爸你对我做什么？随便你。就在沈浩明准备离开的时候，门外突然出现了韩卫平的身影。韩卫平走进房间，拦下了方磊。原来从婚礼开始，韩卫平就已经对方磊展开了行动。无论在何种场合，他总是适时出现，对方磊嘘寒问暖，安抚他的情绪。此刻，韩卫平从口袋中掏出一支录音笔，冷冷地说道：“他手中有方磊破坏沈浩明家庭的证据。”方磊听到这话，仿佛遭受了晴天霹雳，双腿一软，哭倒在地。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所爱的沈浩明竟然一直在欺骗自己，而这个看似温柔体贴的韩卫平，也隐藏着如此险恶的用心。第二天，许妍像往常一样去接沈浩辰放学，方磊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你怎么来了？我来接浩辰放学啊。你为什么来接浩辰？我是他亲小姨啊。许妍心中一紧，她本以为方磊是准备搞什么别的花样，然而接下来方磊说出的话却让许妍如遭雷击。方磊缓缓道来，原来沈浩明在伦敦留学的时候曾和他的姐姐谈过恋爱，后来姐姐意外怀
怀孕，为了不让父亲发现这个秘密，便让沈家把孩子接走，这才有了如今这般复杂的关系。再后来，姐姐因为潜水意外遇难，这个事情变成了一个永远的秘密。方磊接着又说，许妍生日当天，沈浩明出现在自己家中，他还透露沈浩明想要找的并不是一个真正的老婆，而是一个能够和他结婚，让他在别人面前展示美满家庭的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沈浩明甚至费尽各种关系，让许妍当上了新闻主播。许妍看着身旁天真无邪的沈浩辰，只觉得天旋地转，仿佛整个世界都崩塌了。他一直以为自己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却没想到背后隐藏着如此多的秘密和算计。回到家中，许妍强忍着内心的痛苦，向沈浩明说起了今天所知道的事情。他本以为沈浩明会解释，然而沈浩明却一脸冷漠，压根没想对此进行任何辩解。是，他是我的私生子。许妍觉得自己的真心被彻底践踏，她认为沈浩明一直在欺骗自己。沈浩明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回到房间中，打开保险柜。他从保险柜中拿出一沓文件，上面详细记录着许妍从一开始到现在接触过的所有人和所有事情。沈浩明冷冷地说道：“许妍从一开始就在欺骗他，二人之间不过是相互利用而已。”他还说许妍所遇到的各种麻烦都是他在背后默默解决的。许妍听着这些话，只觉得心如刀绞。他没想到自己在这段感情中竟然也是一个被利用的对象。得知真相，许妍的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他想要逃离这个充满谎言和算计的环境。然而当他刚跑出家门不久，沈浩明就追了出来。沈浩明一脸冷漠地说道：“他的项目刚刚启动，需要许妍接下来继续陪伴在他的身边。他不希望任何人看出二人之间出现了意外，否则会影响项目的进展。”为了逼迫许妍同意，他甚至拿出许妍还没正式加入新闻岗这件事作为要挟。许妍哭着看着走远的沈浩明，她的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心中充满了绝望。她一直追求和小心维护的感情，在这一刻终于彻底崩塌。在这个充满利益博弈和情感纠葛的世界里，她成了一个最无辜的受害者，被命运无情地捉弄着。许妍终于知晓了所有真相后，心碎欲绝地离开了家。沈浩明不仅没有丝毫挽留，反而以工作相逼，将许妍独自扔在了冷清的大街上。夜幕笼罩街边的路灯散发着昏黄的光，映照出许妍孤独又落寞的身影。就在这时，助理欢欢的电话打了过来。欢欢兴奋地告知许妍，上次的录播和后期工作已经圆满完成，让她赶紧前往公司进行下一步拍摄。许妍深吸一口气，努力压抑着内心翻涌的痛苦情绪，强装镇定地前往公司。新闻工作结束后，主任找到了许妍，主任满脸笑意告诉她，领导当众表扬了她，还决定接下来的财经节目也由她来主持。这本该是令人欣喜的消息，可许妍心里却如明镜一般，她清楚自己能如此顺利，背后必然是沈浩明在暗中推动。沈浩明说的那些话，我又有什么好反驳？失去小沈总夫人这个身份，这些热情和笑脸还会属于我吗？第二天晚上，沈浩明回到家中，许妍精心准备了一桌子美味的烛光晚餐。然而看到这一切的沈浩明的态度十分冷漠，眼神只是淡淡的扫过那桌丰盛的晚餐。许妍看着他，心中一阵刺痛，但还是鼓起勇气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他承认自己当初是为了利益才接近沈浩明，此刻他真诚地向沈浩明道歉，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和悔恨。他表示自己愿意接受沈浩辰，会尽心尽力地照顾这个家庭，希望能和沈浩明重新开始。他以为只要自己真心悔过，就能挽回这段感情。许妍的眼神中充满了渴望，轻声请求他的原谅。他知道从小到大，除了姥姥，沈浩明是唯一一个对他好的男人。他不想再次失去这份温暖，不想让自己的生活再次陷入黑暗。他想要和沈浩明重新开始，重新构建一个充满爱的家庭。说着，他微微仰起头，准备吻上去。然而就在他的嘴唇即将触碰到沈浩明的那一刻，沈浩明却冷冷地避开了。你还是图名或者图利吧，这样我还会觉得你真实点。他眼神冷漠，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他认为两人之间还是保持利益的往来更为合适，不想与许妍产生更多的感情纠葛。他觉得许妍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根本不可能相信他的真心。所以你还是不愿意相信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是。许妍的泪水瞬间夺眶而出，如决堤的洪水般止不住。她意识到自己就像童话中那个喊狼来了的孩子，谎言说的太多，如今说真心话时，已经没有人愿意相信她。她曾经努力堆砌起来的感情城堡，在这一刻彻底崩塌。这一切都是自己咎由自取，是自己当初的虚荣和贪婪，让她走到了今天这一步。第二天，许妍只好强打起精神，跟着沈浩明去参加了项目的开工仪式。在众人面前，他们作为东道主公司的代表，展示出一副夫妻和睦的美好模样。许妍强颜欢笑，与沈浩明并肩而立，可只有他自己知道，此刻他的心已经与沈浩明渐行渐远。这段婚姻就像一个华丽的空壳，里面早已没有了爱的温度。随后在面对记者发布会时，许妍开始产生了深深的惶恐。她站在
镜头前笑容僵硬，甚至不愿意多笑一下。面对记者提出的关于他和沈浩明感情的问题，他只是机械地说着一些客套话，反复强调自己和沈浩明之间的感情很好。可他的眼神却出卖了他，那里面满是疲惫和无奈。晚上回到家，沈浩明对白天的许妍表现非常不满意，他认为许妍过于冷淡，没有展现出他们夫妻之间应有的亲密和热情，二人之间的感情已经彻底走到了尽头。明天晚上是慈善会，只要你表现好好的，我保证新闻主播转正的机会你十拿九稳。谢谢沈总。明天晚上是慈善会，只要你表现好好的，我保证新闻主播转正的机会你十拿九稳。谢谢沈总。直到许妍声音冷淡地说出谢谢沈总这句话，他的内心此刻早已对沈浩明彻底死心，二人如同陌生人一般背对背躺在同一张床上。就在这时，方磊发来消息，想要与沈浩明见面。沈浩明本打算置之不理，然而韩卫平的电话突然打来。怎么了？方磊让我告诉你，他今晚见不到你就自杀。在哪儿？在他家。知道了。他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前往赴约。许妍看着沈浩明起身准备出门，她犹豫片刻，还是轻声问起沈浩明自己在这个时候是否需要过问丈夫的事情。沈浩明停下脚步，只是冷冷地表示自己的事不希望许妍多问。那冷漠的态度如同一把利刃，再次刺痛了许妍的心。沈浩明来到方磊的家中，眼前的景象让他眉头一皱。方磊的家中乱成一团，方磊情绪激动，竟拿起一块玻璃放在手腕上，试图以死威胁沈浩明。他的眼神中充满了疯狂与绝望，然而沈浩明却无动于衷。他觉得方磊不应该将沈浩辰的事情告诉许妍，这是导致如今局面混乱的根源之一。果然，方磊虽然情绪激动，但终究还是下不去手。他看着沈浩明，眼中满是苦闷与不甘，嘴里嘟囔着沈浩明大半夜能够出来，说明许妍和他在一起就是为了钱。眼看情况逐渐平息，沈浩明不再理会方磊的哭闹，随后便转身离开了，留下方磊独自一人在空荡荡的家中。你怎么还在这呀？你赶紧给我滚呐！我收了沈总的佣金，直到你的事情彻底平息之后，我们的合作才结束。然而第二天，在荆州的医院里，于一鸣正面临着一场困局。这次手术难度过大，导致手术时间过长，家属情绪激动，认为于一鸣没有尽到责任。就在这时，前来送饭的乔林听到了这一切，他心中一紧，随后便在之后找到了家属。乔林鼓起勇气，表示自己是于医生的爱人，还说起于医生是个非常认真负责的医生。为了平息这场风波，他竟然拿出了钱，想要以此来安抚家属的情绪。果然没多久，主任便带着钱找到了于一鸣，告知他家属投诉于一鸣的爱人给家属塞钱这件事。于一鸣听后找到乔林后，乔林满脸愧疚，为了这件事情向于一鸣道歉，并表示接下来不会再出现这种事情了。于一鸣看着乔林真诚的眼神，随后拉着乔林的手，二人一同前去买冰淇淋。在甜蜜的冰淇淋氛围中，于一鸣不仅原谅了乔林，还真心的谢谢他。因为这件事虽然闹到了主任那里，但经过主任的耐心解释，家属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也表示了理解，事情得以圆满解决，而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在此刻越走越近。然而到了晚上，另一边的许妍参加了那场晚会，晚会上许妍偶然遇见了方磊，即使是沈浩明在一旁各种阻止，许妍还是坚持让方磊坐在了二人的旁边。许妍看着方磊，眼神中没有了往日的敌意，反而多了一丝关心。她甚至还轻声让方磊以后照顾沈浩明。随着晚宴的开始，第一件拍卖品登场，那是一枚20克拉的皇家蓝大钻戒。这枚钻戒在灯光的照耀下，不仅是价值连城的珠宝，更是爱情的象征。然而起拍价50万的珠宝，在众人的竞价声中一路连拍。160万，第一次；160万，第二次；300万。这看似浪漫的钻戒，却在这一刻象征着沈浩明试图用钱买下自己爱情的荒诞场景。说主要大家都炸了锅了，就连领导都在偷偷打听这事儿。徐岩，有人匿名举报，说你在家庭背景方面撒谎，到底怎么回事？现在是他转正的关键，为了那个岗位，他努力了很久，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更不会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能离婚吧？许源，你应该很清楚，一旦离婚，跟沈家所有有关系的资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突破底价，突破底价，有了，来跟我说，来，忘掉播音腔，忘掉播音腔，打开新世界，打开新世界。哎，对，保持住个激情啊！来，走你的词儿，来。不要599，不要499，不要299。
师，你待会儿就打算这么播呀？行了，你什么也不要说了。从今天开始，你给小孙做助播，他带你。下面就候选人沈浩明加入董事会一事，现场进行投票表决。赞成沈浩明加入董事会的请举手。董事长，您还有一票。来给宝贝们展示一下，使劲的水啊，宝贝们！蕾蕾，你今天怎么过来了？有一个特别好的活动，我想邀请各位阿姨赏光出席。一开始我撒了谎，所以无论我落到什么样的结局，都是我咎由自取。我只是想要摆脱曾经那些错的，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既然决定了要离婚，那之后彼此就做陌生人。你可以给自己打造成那种高端名媛的人设，讲一讲你们圈子里的故事。只要你把这些故事展现出来，我保证分分钟涨分。等王德国一从外地回来，你就把集团派人下来的事儿透露给他。对呀，安强的吴总卷了他的钱，他要账要了好几回。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可惹不起，这样才能把他给逼走喽。哎，你个少爷高子，我看他怎么斗这帮流氓。同样一个坑，你让我跳2回，你他妈耍我呢吧？红玉的事败露了，老沈肯定会有所警惕。现在对他们最心难的事啊，就是沈浩明的婚姻。有传闻他们夫妻俩还闹离婚，你是调查一下，一定要拿到沈浩明离婚的证据。是想要和平分手，还是鱼死网破？我们离婚吧。上回我们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我净身出户。一旦离婚，你现在享受的豪车、别墅、司机、保姆、奢侈品，跟沈家所有有关系的资源，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本来就不属于我，而且我现在不需要。女主播的职位也快到手，所以才无所顾忌。周主任，我的赞助现在暂缓，要不要我发出去？我警告你，不要再纠缠我老公。那我也不妨坦白告诉你，晨晨是浩明的儿子，我是晨晨的小姨。是想要和平分手，还是鱼死网破？沈总，我这边有一些关于您爱人的消息。说，他好像在找离婚一事。现在是他转正的关键，为了那个岗位，他努力了很久，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更不会放弃现在拥有的一切。我们离婚吧。上回我们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现在你想怎么样？我净身出户。谁也没能预料到许岩为了彻底斩断与沈浩明的纠葛，竟愿意放弃身边所有的一切。他渐渐明白，那些围绕在身边的奢华与资源本就不属于自己，不过是依附于沈家光环下的虚幻。于是他毅然决然地准备转身，离开这个看似光鲜却冰冷无比的家庭，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真正生活。沈浩明见状心急如焚，为了挽留许岩，他竟打算联系许岩的主任，试图用新闻主播这一职位作为筹码让许岩留下。然而许岩早已不是那个可以任人摆布的小白兔，他迅速拨通了方磊的电话，并打开了电话录音功能。电话那头许岩故意提及沈浩明的种种，试图激怒方磊。果然方磊在情绪的驱使下，说出了背后的真正目的。那我也不妨坦白告诉你，我回国就是为了跟浩明哥在一起，他结没结婚我根本不在乎。上次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晨晨是浩明的儿子，我是晨晨的小姨。有了这段录音，许岩手中便握有了与沈浩明对抗的重要资本。带着这份底气，许岩坚定地准备离开这个冰冷的家。他与沈浩明约定，之后一同前往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这一次他没有丝毫的犹豫，因为他深知只有和过去彻底告别，才能重新开始找到真正的自我。许岩原本想来找姐姐倾诉内心的苦闷，寻求一丝慰藉。然而当他到达时，却发现姐姐正被2个好朋友拉着出去玩了。就在他准备失望离开的时候，于一鸣出现了。他看出了许岩的落寞，于是主动和他聊起了乔林的近况，说乔林最近学习进步很大，还分享了乔林生活中的一些趣事。这些轻松的话题让许岩紧绷的神经得到了一丝放松。第二天，许岩又一次搬回了自己之前的家中，站在熟悉的房间里，他环顾四周，心中涌起一股莫名的感慨。这里虽然没有了沈家的奢华，但却充满了他自己的回忆和温度。他意识到从这一刻起，他
他将正式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另一边，于一鸣接到了主任的电话，原来下周有一场手术，风险极大，而且家属对于一鸣存在一定的意见。主任希望一鸣能够确保手术的成功，否则可能会面临严重的后果。挂了电话后，于一鸣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独自坐在家中，拿出气球，试图通过吹气球的方式来缓解内心的紧张和焦虑。然而吹了一晚上气球的他，压力却丝毫没有减轻。就在这时，门被轻轻敲响，原来是乔林。他一眼就看出了于一鸣因为手术的事情而感到压力重重，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拉起于一鸣的手，二人一起走出了家门。乔林带着于一鸣来到了街边的游乐设施旁，他们一起玩起了碰碰车，欢声笑语中，于一鸣的压力似乎得到了一丝释放。接着他们又一起去买了各种心仪的手办，最后乔林甚至骑上电动车，带着于一鸣一起去看凌晨4点钟的荆州。那一刻，城市的宁静与美丽让于一鸣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和愉悦，他的压力也在这一刻被乔林巧妙地缓解了。二人之间的关系也在这一次次的相处中渐渐变得亲近起来。然而另一边的许岩却陷入了新的困境，他和离婚律师沟通的场景被孙思维无意间得知，于是流言蜚语迅速在公司里传开，众人似乎都感觉到了许岩即将离婚的气息，各种猜测和议论不绝于耳。此时方磊利用父亲的电话，在一家餐厅约上了沈浩明。当沈浩明看到身穿红裙风情万种的方磊时，下意识地转身准备离开，直到方磊提及沈浩明的离婚事情，他才停下脚步。方磊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许岩已经找了律师的事情，试图证明许岩根本就不爱沈浩明，只有自己才是真心爱着沈浩明的。就在这时，许岩恰好走进了餐厅，他一眼就看到了方磊和沈浩明挽着手站在一起的场景。我没离婚之前，你就是第三者。我没离婚之前，你就是第三者。回到办公室后的许岩坐在办公桌前，一时有些茫然。就在这时，助理欢欢匆匆走来，脸上带着一丝焦虑。他告诉许岩，公司里最近传得沸沸扬扬，都在议论许岩正在闹离婚。这件事甚至已经传到了领导的耳朵里，领导对此颇为关注，甚至有意将晚间新闻主持人的位置交给孙思维。不仅如此，领导还打算削减许岩目前负责的一些项目，而赞助商那边也似乎听到了风声，准备有所动作。面对这一连串的变故，许岩却显得异常平静。他示意欢欢不必太过操心，先安心去工作。就在这时，孙思维不请自来，他迈着轻盈的步伐走进办公室，脸上挂着一抹意味深长的笑容。他开始有意无意地嘲讽起许岩离婚的事情，言辞间充满了挑衅和得意。许岩听着孙思维的嘲讽，心中并无太多波澜。他深知孙思维之所以如此针对自己，是因为他将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别人的事情上，而忽略了自己的成长。然而最了解自己的人往往是自己的对手。接下来孙思维的话却让许岩不禁陷入了沉思。孙思维指出，许岩之所以能够请到那些商业大佬，顺利成为新闻主持人，很大程度上是凭借了沈家的关系。虽然大家都很佩服许岩的能力，但不可否认的是，沈家的人脉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今离婚的事情刚刚传出一丝风声，许岩在公司的地位就已经开始岌岌可危了。许岩，你好好想想吧，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也就在这个时候，许岩接到了主任的电话。他挂断电话后来到了主任的办公室，主任一脸严肃地告诉他，有人匿名举报他在家庭背景关系中作假。面对这样的指控，许岩并没有过多地辩解，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平静地提出了辞职。说完，他转身离开了主任的办公室。随后他来到了沈父沈母的面前，他将自己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二人，并表示自己会承担一切后果。为了公司的声誉和沈浩明的名誉，他决定在所有事情都解决之前，对外宣称自己先去创业了。说完，他向二人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歉意，然后转身离开了。另一边，沈浩明正在向黄总汇报新区的事情，黄总却显得并不太关心这些工作上的琐事，反而提起了沈浩明的私事。原来是沈浩明的妻子许岩离职了。沈浩明只能解释说，许岩是因为想要创业所以才离职的。黄总听后不禁感慨地说起自己本以为合作之后许岩会离开养老院，但没想到直到现在他还经常去看望自己的母亲。黄总由衷地认为沈浩明和许岩非常般配，许岩作为家人是真心对待沈浩明的。回到家中的沈浩明看着自己养了16年的龙舌兰枯萎了，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惆怅。他想起了那个曾经的许岩，他们一起走过的点点滴滴，似乎
乎不仅仅是商业的交易那么简单，里面更多的是彼此之间的感情和温暖。第二天，许岩独自在家中修理水管，他手忙脚乱地折腾着，却始终无法将水管修好。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他打开门一看，原来是于一鸣。于一鸣看到许岩狼狈的样子，他迅速卷起袖子，开始帮许岩修理水管。在修理的完成后，于一鸣告诉许岩，他是从许岩的助理欢欢那里得知了他最近发生的事情，所以特意赶来安慰他。看到许岩旁边放着方便面和饺子，知道他最近可能都没好好吃饭，于是他主动提出要和乔林一起来帮许岩做顿饭。然而许岩却误会了于一鸣的意思，以为他是想要和自己发生更进一步的关系。他刚想开口拒绝，却见于一鸣已经看穿了他的心思。我之前是喜欢你，也跟你表过白，但我把那当做18岁最单纯、最美好的回忆。况且也过了这么久了，我已经放下了。于一鸣微笑着对许岩说，自己知道许岩最近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无论遇到什么，都会前来帮助你，希望许岩不要有心理负担。毕竟我跟你姐乔林其实挺好的。我知道你之前喜欢我，但是我在心里就是把你当成老乡和同学，没有别的意思啊。这次你真误会了。许岩原本以为于一鸣此次前来是怀揣着再次向他表白的意图，然而令他意外的是，于一鸣的心思早已悄然转移到了姐姐乔林身上。这倒也不枉许岩之前暗中撮合费心安排。然而看着因修水管而弄得浑身湿透的于一鸣，许岩便让他先去将衣服吹干，以免着凉。就在这时，门铃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许岩快步走到门前，打开门的瞬间，他愣住了，门外站着的竟然是沈浩明。原来沈浩明此次前来是特意送离婚协议书的。许岩的心情瞬间变得复杂起来。结果协议书的他正欲关上门，平复一下内心的波澜，沈浩明却突然伸手拦住了他。他表示希望与许岩亲自核对离婚协议上的每一条款项，确保双方都没有异议。许岩无奈只得让他进了屋。沈浩明刚坐下不久，吹干衣服的于一鸣也恰好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三人面面相觑，气氛一时有些尴尬。在于一鸣和沈浩明相互介绍彼此的身份后，于一鸣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匆匆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这个略显压抑的空间，给许岩和沈浩明留下了单独交流的机会。沈浩明重新将话题拉回到离婚协议上，他指出协议中有一条要求许岩以后未经许可，不得对外公布与沈家相关的任何消息，必须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以免给沈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许岩听后认为自己一直以来都行事谨慎，从未有过任何不妥之处。我知道这个于一鸣是你姐的男朋友。其实你不该做生意的，你应该去当间谍。只是善意的提醒。我也提醒你，明天就是8号。民政局见。随后第二天，两人一同前往民政局办理离婚手续。然而到了民政局后，他们却被告知现在离婚有冷静期，需要1个月之后二人再次前来办理，才能正式完成离婚。这个消息让两人都感到有些无奈，但也只能接受现实，各自回家等待。沈浩明回到家后，发现家中气氛异常压抑。弟弟沈浩辰因为吃不到许岩做的菜而闷闷不乐，他认为是沈浩明惹许岩生气了，才导致他离家不归。沈浩辰一气之下独自回到房间。沈母看着桌子上的鱼，眉头紧锁，他觉得这道菜远没有许岩做的好吃，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失落感。他觉得自己失去了一个看上眼的媳妇，心情愈发糟糕，最终也生气地离开了餐桌。就连沈父看着一家人如今这个样子，也默默地走开了，只留下沈浩明一个人独自坐在餐桌前，面对着满桌的冷菜残羹。他突然意识到，原来许岩在家庭中的地位和作用远比他想象中的要重要得多。晚上，沈浩明来到沈浩辰的房间，他看着床上的相册，里面全是许岩陪着沈浩辰一起度过的开心日子。那些照片中的笑容让沈浩明不禁陷入了沉思。他开始意识到，许岩不仅仅是一个妻子，更是这个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第二天，沈浩明来到公司后，便迎来了一场关于他加入董事会的投票。然而投票结果却出乎他的意料，一共13人的投票中，反对票和赞成票都是6票，只有沈父还没投票。在众人的目光之下，沈父毅然决定投下了反对票。我反对。7票反对，6票通过。沈浩明无法加入董事会。等到沈浩明跟着父亲来到办公室之后，沈父才说起了真正的原因。原来沈父之前在门外意外地听到了股东们对沈浩明的评价，他们认为沈浩明在英国留学期间私生活混乱，之所以能进入公司，完全是靠父亲的关系，因此他们不想让一个私生活不检点、靠关系上位的人加入董事会。随后沈父又说起了沈浩明在留学期间留下的种种问题，以及因为无法与门当户对的人结婚而引发的家庭矛盾。他甚至指责沈浩明欺骗父母有关许岩家庭的情况，导致现在家庭关系紧张，婚事也未能妥善处理。沈父越说越生气，他对沈浩明的表现感到极度失望。去长安县
把子公司工程延期的那个事情给我搞清楚，不弄清楚就不用回来。脱离沈家的资源庇护后，许岩的求职之路荆棘丛生。曾经在新闻主播岗位上得心应手的他，如今想找一份相关主播工作都困难重重，简历投出去无数，回应却寥寥无几。就在许岩几乎要灰心丧气之时，朋友及时出现，带着他去见了一位老板。这位老板看在朋友的面子上，给了许岩一个当主播的机会。许岩满心欢喜，以为终于迎来了转机。然而当他得知这个主播工作是网络带货主播时，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毕竟这和他以往的新闻主播工作有着很大的差异。试播开始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618舒适家纺直播间。舒适家纺以全球闻名的实验品牌形象。许岩下意识地用起之前新闻主播的口吻来直播，他试图以专业的形象来吸引观众，可没过多久就被叫停了。原来网络带货主播需要的是更加活泼亲切的风格。为了帮助许岩尽快融入这个行业，老板决定亲自带他感受带货的节奏和氛围。老板在镜头前熟练地介绍产品，气氛十分热烈。许岩在一旁也试着模仿老板的样子开始带货。突破底价，突破底价，有了，来跟我说，来，忘掉播音腔，忘掉播音腔，打开新世界，打开新世界。哎，对，保持住个激情。可还没说几句话，他就开始咳嗽起来。老板见状，无奈之下只能让他先回去休息。同时，沈浩明也来到了成安县，他此行的目的是查明工程款的事情。当他走进总经理室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有些意外。这个房间十分狭小，他只能睡在后面的隔间里。再看工程资料，乱七八糟的堆积在一起，根本没有进行分类整理。负责人看到沈浩明来了，立刻满脸堆笑的奉承起来，还一个劲儿的拜托他尽快将上面的资金拨下来，好让工程能顺利推进。沈浩明却十分冷静，他明确表示会等到自己查清楚所有事情，处理好一切问题之后，再考虑资金拨付的事情。而那个表面上对沈浩明奉承有加的负责人，在离开之后却露出了另一副嘴脸。那万一他看出点甩手吗？看出什么？你瞅那小子那样，工地上的门门道道他懂吗？我都不懂。他说自己故意安排这样简陋的住宿和办公条件，就是想尽快把沈浩明这个麻烦赶走。在这个看似平常的夜晚，许岩和沈浩明虽然身处不同的地方，却都在为了各自的事业而努力拼搏着。经过一晚上的刻苦学习，许岩信心满满的再次前来试播。他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可没想到还是出了问题。由于太过于着急想要表现出色，他的语速过快，促单的语气也过于强烈，这让观众们感觉很不舒服，很容易引起大规模退单的情况。老板只能根据脚本来改变话术，并让许岩先跟着其他有经验的主播一起学习。就这样，许岩开始了自己的吃播之路。在直播中，他不停地吃着各种各样的食物。然而，许岩的吃播直播竟然被在家的姐姐刷到了。姐姐看着许岩在直播间里大口吃东西的样子，又心疼又生气。她通过于一鸣找到了许岩的家中。当她看到许岩因为吃多了而肚子痛、难受的样子时，心里一阵酸楚。姐姐忍不住抱怨起沈浩明一家人，说他们竟然如此无情，一点都不念及许岩对他们家的照顾。可许岩却十分平静。他认为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是自己做错了，他当初不应该说谎和沈浩明结婚，现在走到这一步也是自己需要承担的后果。他还坚定地说，等到离婚冷静期结束之后，就会和沈浩明正式离婚。而且我觉得我现在过得很坦荡，不像之前那样随时害怕被揭穿，轻心胆战地过日子。自许岩与沈浩明分道扬镳后，两人各自踏上了艰辛的奋斗之路。许岩投身带货主播行业，每日面对形形色色的挑战，从选品策略到直播技巧，从与供应商的周旋到与观众的互动，每一步都凝聚着他的汗水与智慧。而沈浩明则踏上了前往成安县工地的征途，他的任务是深入调查工程延期背后的真相。初到工地，沈浩明便被这里杂乱无章的景象所触动。钢筋随意堆放在露天场地，经受着风吹雨打，表面已开始出现锈迹。显然，这样的存储方式极易导致钢筋氧化，影响工程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沈浩明逐渐与工人们建立了信任。在一次次的闲聊中，他从工人们的口中得知了更多关于工程延期的细节。在建的楼房中，窗户尚未安装，内部材料毫无保护措施，一旦遭遇雨季，后果不堪设想。除了天气因素外，管理上的疏漏、材料的不当存放以及施工标准的缺失，都是导致工程进度受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些问题，沈浩明决定采取行动。他召集了所有工人，首先亮明了自己的身份与来意。客套话我就不多说了，我这次来这儿，主要是调查
我们工程延期的问题。随后详细列举了他在工地中发现的种种问题，从钢筋的锈蚀到楼内材料的保护，从施工标准的缺失到管理上的漏洞。沈浩明深知，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工程将无法通过验收，更无法按时交付。于是他果断提出了返工的要求。然而这一决定并未得到所有人的支持。带头的小包工头首先提出了异议，他声称公司目前资金紧张，无法支付返工所需的费用，要求沈浩明先解决资金问题，工人们才愿意继续工作。同时他还强调自己只是按照公司的要求施工，对于工程质量问题并无直接责任。面对这样的回应，沈浩明并未动摇，他敏锐地察觉到工人们施工质量的低下以及缺乏统一标准的问题。为了激励工人们提高施工质量，沈浩明提出了签署个人合同的想法。他承诺，只要工人们能够按照标准施工，保证工程质量，他将亲自监督工资的发放，确保每个人的劳动都能得到应有的回报。然而这一提议却遭到了小包工头的误解，他认为沈浩明此举意在挖角，试图将他的团队纳入麾下。面对误解，沈浩明耐心解释，他强调自己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确保工程的质量和进度，同时保障工人们的合法权益。为了打消工人们的顾虑，他还特意准备了一袋子现金，表示每天工作结束后，工人们都可以到办公室领取当天的工资。这一日结工资的承诺瞬间点燃了工人们的热情，他们纷纷表示愿意与沈浩明签署合同，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去。就在小包工头准备抗议并带领部分人离开时，沈浩明一个电话便叫来了一大批新的工人。在沈浩明的带领下，工地上的各项工作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起来。回到办公室后，沈浩明并未放松警惕，他向工程负责人询问了工程延期的具体原因。负责人解释说，材料和人工的涨价是导致工程进度受阻的主要原因。然而沈浩明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材料和人工的涨价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原因在于工程的多次返工，浪费了大量的材料和人力。他还暗示这其中可能存在着不为人知的利益输送。3天，就3天时间，把整个项目初始到现在所有采购的报价、实际支出、员工工资整理一遍给我。与此同时，另一边的许岩也在为自己的事业奋斗着。他成功申请成为了单独直播间的主播，开始了自己的带货之旅。在一次直播中，陈琳偶然刷到了许岩的直播间，并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沈浩明。于是当沈浩明看到直播间里的许岩正在热情地推销无骨鸡爪时，他的目光被一个疯狂下单的观众所吸引。查看头像后，他发现这个人竟然是沈浩辰。于是一场无声的较量在直播间里悄然展开。沈浩明也加入了疯狂下单的行列，与沈浩辰争起了榜1大哥的位置。然而最终还是沈浩辰更胜一筹，稳稳守住了榜首。这50、70、100的，这好几百单了，能吃完吗？搞批发的？你管他是不是搞批发的呢？这就是他直播间的金主爸爸，妥妥的榜1大哥。许岩从未料到，在直播间里那个疯狂下单、占据榜1大哥之位的温暖的港湾，其真实目的竟是为了与他见上一面。面对这份突如其来的关注，许岩内心五味杂陈，本打算婉言拒绝这份不期而遇的邀约。然而直播公司的老板却极力劝说许岩把握住这次机会，认为这或许能为他的直播事业带来新的突破。在工作的重压与老板的期许下，许岩最终无奈妥协，接受了与榜1大哥见面的提议。约定的日子如期而至，许岩踏入了一家静谧的咖啡店，心中暗自揣测着即将见面的榜1大哥会是何等模样。他原以为会是一位中年男士，却不料被告知并不是他。正当他四处张望，心中充满疑惑时，一个熟悉的身影悄然出现在他的身后。嫂子，竟然是沈浩辰。原来沈浩辰因长久未能见到许岩，心中思念难耐，无奈之下才想出了这个别出心裁的办法。榜1大哥，温暖的港湾。我们老师教我的，家就是温暖的港湾。你们老师说的对。晨晨，直播间里下单的钱哪儿来的？他借助阿姨的手机，以榜1大哥的身份在许岩的直播间疯狂下单，只为能引起他的注意，进而获得一次见面的机会。阿姨得知此事后，出于对许岩的关心与帮助，也欣然同意了这个计划。然而当许岩得知真相后，却并未因此感到开心，反而觉得这份见面方式过于刻意。他执意将下单的钱转给阿姨，并明确表示不希望沈浩辰在任何的直播间下单。面对许岩的坚决，沈浩辰只得坦白，那几百单的无骨鸡爪，他以悉数送往了沈浩明经常捐助的福利院。这份善举让许岩对沈浩辰的印象有所改观。沈浩辰趁机提起，自从许岩离开后，沈浩明一直陷入深深的困苦之中。他看得出哥哥对许岩的思念之情，他恳求许岩能够回家，重新回到沈浩明的身边。然而许岩却只是默默聆听，未做任何回应。沈浩辰也补充道，沈浩明因工作原因出差去了外地，家中只剩下他一人，倍感孤独。还记得我的手机号码吗？记得就可以打电话给我。如果你想我的话，打电话给我。
我就来接你，想去哪儿玩都可以。次日，许岩如往常一样开始了他的直播带货。然而这一次，一个不速之客的出现打破了直播间的平静。方磊在直播间内公然指责许岩，称她是一心想要嫁入豪门的捞女。这种言论瞬间引发了直播间的轩然大波。面对直播间内突如其来的指责，许岩一时之间竟不知如何应对，直播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与尴尬。为了化解这场危机，许岩急中生智，拿起一个垃圾袋，将自己装了进去，以一种幽默而自嘲的方式缓解了紧张的气氛。虽然这一举动暂时平息了风波，但事后许岩还是被老板狠狠训斥了一顿。老板认为许岩在直播中的沉默与不当处理，给公司带来了不小的损失。更令他不满的是，许岩还将榜一大哥给弄消失了，这无疑是对直播资源的一种浪费。为了阻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老板决定让许岩参加户外带货直播。在户外直播中，许岩依然展现出了他对待工作的认真与热情。他顶着太阳，耐心地为观众介绍每一款产品，用他的真诚与专业赢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喜爱。与此同时，沈母与他的朋友们在一次聚会中聊起了许岩。当得知许岩正在创业，众人纷纷表示，相对于这种不稳定的工作，还是新闻主播这样的职业更为稳妥与体面。甚至有人开始怀念起许岩在新闻主播岗位上的风采。就在这时，方磊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他热情地邀请各位阿姨参加一个活动，却没想到这个心怀不轨的女人竟然将众人带到了许岩带货的现场。阿兰，是我眼花了吗？那个女孩是妍妍吗？当沈母与朋友们发现许岩正在这种环境下工作时，心中不禁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沈母本想上前与许岩打招呼，却似乎碍于面子而犹豫了。而众姐妹则开始纷纷吐槽，认为许岩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实在是有损沈家的风评与形象。他们的话语中充满了对许岩的不解与失望。你再怎么说也是沈家的儿媳妇，卖大米鸡蛋，这么自降身价，只会叫人瞧不起。什么叫自降身价？谁瞧不起谁啊？往上数3代，谁家不是农民？咱们几个才有钱几天啊，就忘本了。今天散了吧。曾经的沈母对许岩百般挑剔，处处看不顺眼。然而当她真切感受到许岩内心的情感与坚韧后，她开始坚定维护许岩，诉说起曾经的种种经历，让众人都感受到了许岩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孩。为了帮助许岩，随行的阿姨留下购买许岩在直播中带货的商品，沈母还特意吩咐司机下车，要求每样商品都买上100份。许岩看着眼前这热闹又带着温情的场景，再抬头望向车上的沈母，心中五味杂陈。他深知自己此刻仍在沈家的庇护与帮助下，也真切地感受到了沈家人那份沉甸甸的关心。然而一直忙碌于户外直播事务的许岩，直到晚上才处理完所有的事情。疲惫不堪的他正准备收拾东西回家，却意外地看到了开着奔驰大 G 前来的沈浩明。不是外派到外地公司了吗？回集团述职。许岩本以为沈浩明这次前来是要与他商讨离婚协议中的具体内容，然而沈浩明的话却让许岩大吃一惊。他劝说许岩放弃现在的直播带货工作，回到曾经的新闻主播岗位。为了表示诚意，他还拿出了一张卡，承诺以后会定期往里面打钱，确保许岩生活无忧。但许岩深知自己必须斩断和过去的一切联系，才能真正开始新的生活。他毅然拒绝了沈浩明的提议，并坦言自己和沈浩明从小到大接受的教育、经历的事情都不一样，他只能抓住一切向上的机会，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他看来，自己不会是沈浩明的对手，而如今的局面也是因为自己当初的选择导致的。他愿意接受一切的结局。既然决定了要离婚，那之后彼此就做陌生人。我走了。留在原地的沈浩明，直到这一刻才如梦初醒。他终于明白，原来曾经有一份美好的婚姻摆在自己面前，他却不懂得珍惜。直到失去许岩之后，他才后悔莫及。但如今一切似乎都已经无法挽回。第二天，许岩像往常一样来到公司，却被老板叫到了办公室。原来老板因为昨天的大卖，意外得知了许岩的真实身份竟是沈家的儿媳。老板心中顿时打起了小算盘，他决定让许岩利用婆家的关系进行带货，专门推销那些高端的女装。他幻想着，当那些高端的社会人士穿上这些衣服出现在直播间后，销量一定会瞬间飞起。然而许岩想都没想就拒绝了老板的提议。他深知曾经的自己就是凭借着沈家的关系，从默默无闻的编辑成为了新闻主播，但那并不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他不想再依赖任何人的关系来获得成功。拒绝后的许岩本想着结算自己的工资后便离开这个让他感到压抑的地方，然而当老板打开工资单后，他却发现原本是2万的工资，经过各种扣除后，竟然只剩下了1400元。老板还振振有词地说需要支付助理网络支持等费用。更让许岩感到气愤的是，老板还试图蛊惑他继续打造豪门人设，利用沈家的名气来吸引更多的观众和买家。工资明细，麻烦发我邮箱。我不干了。
之后的许妍来到了姐姐家中，帮助姐姐将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后，她看着姐姐在处理化妆品。就在这时，姐姐的电话响起，原来是姐姐的朋友瑶瑶在比赛中落选了，心情低落。姐姐打算前去安慰她，知道许妍现在不忙，便带着她一同前往。等到众人见面后，许妍看着瑶瑶设计出的衣服，眼中闪过一丝认可与赞赏。她真诚地表示自己看出了瑶瑶在设计上的用心与才华，但是她也指出了成品和线稿之间存在的很大差异。就在这时，瑶瑶无奈地说起自己是因为没钱才只能完成这个半成品。她感叹到服装设计实在是太耗钱了，每一样材料都很贵，模特拍摄也需要自己出钱。众人才恍然大悟，原来任何的梦想想要实现真的是很不容易。许妍看着瑶瑶，仿佛看到了曾经的自己，那个为了梦想而不断拼搏、不畏艰难的自己。自从许妍和姐姐从梦想破灭的瑶瑶那里回来，一路上许妍的思绪飘回了初到荆州的日子。那时的她和瑶瑶他们一样，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却也不得不为生活的柴米油盐而奔波。荆州这座繁华的大都市，看似机会遍地，实则暗流涌动，每一步都需小心翼翼，因为一旦走错，就可能失去在这座城市立足的资格。许妍深知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城市里，安全感是多么的难能可贵，这也是她当初为何那么渴望嫁入沈家，渴望得到沈浩明的庇护。她以为有了沈家的背景，自己就能在这座城市里站稳脚跟，不再为生活的琐碎而烦恼。然而现实却给了她沉重的一击，谎言构筑的婚姻终究如泡沫般易碎，她失去了沈家儿媳的光环，也失去了那份看似稳固的安全感。但许妍并不后悔自己曾经想要改变命运的想法，她明白只有靠自己的双手，才能真正在这个城市里扎下根来。活着真的太贵了，我想试试。啊？什么？想试试？想试什么？与此同时，沈浩明那边的工地也并不平静。工地的负责人将材料采购资料交到了沈浩明手中，出来后的负责人还信誓旦旦地跟手下人说，沈浩明绝对查不出任何问题，他们打算一步步给沈浩明使绊子，最终逼走他。果然没多久，一个名叫王德福的人就来到了工地上闹事。沈浩明闻讯赶来，面对王德福的无理取闹，他冷静地指出，当初拉着他进入这个项目的人是吴成明，而且吴成明的借款是私人行为，与他们工地的公司毫无关系。他还告诉王德福，这件事情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相信很快会有一个公正的结果。然而王德福却不依不饶，他声称是因为当时看中了这个工程的前景，才借钱给吴成明的。现在工程出了问题，公司必须负责。双方各执一词，矛盾逐渐激化，眼看着就要动手。王德福见势不妙，便耍起了无赖，声称以后还会继续上门来闹事，然后暂时离开了工地。另一边辞职后的许妍并没有沉浸在失去工作的痛苦中，而是开始了自己的创业计划。她找到了乔林的朋友们，4个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创建一个服装品牌。他们计划先从线上销售开始，逐步积累客户和口碑，然后再向线下市场拓展。然而创业的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众人听到这个计划时，都打起了退堂鼓。毕竟之前的失败让他们几乎喘不过气来，谁也不敢保证这次能成功。但许妍却毅然决然地拿出了自己15万的存款作为创业基金，她的坚定和勇气感染了其他人。于是万众期待的研一坊正式成立了。创业初期，众人分工明确，瑶瑶负责设计制作衣服，冠冠则担任模特，许妍则负责视频的剪辑和后期制作。然而当他们满怀期待地将视频上传到平台后，却发现点赞数寥寥无几，粉丝增长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众人也被这笔数据彻底打败了。然而就在乔林回家的路上，她意外地遇到了自己的前男友。前男友似乎还想纠缠她，试图重归于好。就在这时，于一鸣突然出现，他站在乔林面前，坚定地让前男友不要再继续纠缠。随后他向乔林表达了自己的心意。你敢说你喜欢乔林吗？就此时此刻，当着我们俩的面。我喜欢他，拉着他离开了那个让他感到尴尬和不适的场景，两人的关系也在这一刻变得微妙起来。等到乔林第2天来到许妍家中时，发现众人都有些沮丧。原来他们的视频发出去1天后，只涨了11个粉丝，这个数字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但许妍并没有放弃，她开始思考如何改变现状。她想到可以将研一坊的民族服饰元素融入日常的衣服中，让即使是普通人也能在日常穿着中选择研一坊的衣服。于是他们决定改变方案，将思路转向日常服装的设计。所以我们更应该让大众喜欢民族风的服饰。那产品我们是不是应该突出它的功能性和大众性？众人开始了新一轮的创作计划。虽然前路依然充满未知和挑战，但研一坊的团队并没有放弃。他们相信，只要坚持下去，一定能够在荆州中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当曾经习以为常的陪伴骤然消散，沈浩明才知道自己的生活是有多么需要许言。可当他下意识打开手机直播间，想要寻觅他的身影时，才发现那个熟悉的直播间早已没了许言的踪迹。失去了许言行踪的他，内心瞬间被失落填满，仿佛生命中缺失了一块重要的拼图。次日，陈琳带来了关于许言的消息，原来许言真的开启了创业之路，投身到了服装行业。然而许言的创业账号粉丝寥寥无几，点赞数也不过上千。与此同时，陈琳还发来了麻烦人物王德福的资料。看着资料上那些复杂的信息，沈浩明感到压力不仅来自王德福，更多的是许言的离开。几天后，沈浩明做出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直接找上了王德福。众人本以为一场激烈的冲突在所难免，然而沈浩明却出人意料地提出和王德福一起散步。行，哎，咱俩是不是还得手拉手？哎，你怎么不跟我说咱俩谈个恋爱呢？沈浩明和王德福众人走在小路上，此时的他感到压力剧增，仿佛有一座无形的大山压在他的肩头。二人沿着小路缓缓前行，沈浩明始终一言不发。走着走着，沈浩明竟径直朝着王德福的老家方向走去。到了王德福家门口，沈浩明热情地和王德福的母亲打起了招呼：“王阿姨。”小婶儿啊，你怎么来了？王德福无奈之下，只能让随从暂时离开。沈浩明对王母说，他们这次来家里是谈生意的。王德福虽不情愿，但在母亲面前也不好发作，只能硬着头皮和沈浩明谈起了生意。沈浩明先是从县里的关爱老人会说起，提及自己认识王德福的母亲，接着又夸赞王德福一路顺风顺水，赚了不少钱。不过话锋一转，指出他手底下的人在外人眼中口碑不佳，但唯独王德福孝顺这一点值得称赞。随后沈浩明提到工程项目中连接客运站的那条路还是土路，出行极为不便，他希望王德福能重新投钱修路，这样集团就能拿到新预算，之前投入的钱也会变成投资款。不仅如此，沈浩明还承诺王德福可以优先选房，并且表示可以让他的绿化公司承担所有的绿化项目。王德福权衡利弊后，觉得这桩生意对自己也有诸多好处，于是二人达成了合作。刚才我说什么来着？今晚的夜色不错，真不错，还拉了个手。第二天，工地负责人提着酒找上了沈浩明，本以为能靠这番诚意打动沈浩明，让他对自己之前的行为既往不咎。然而沈浩明却神色冷峻，直接告知负责人自己已经找到了新的总经理来替换他，并拿出了负责人吃回扣的铁证。负责人顿时脸色煞白。沈浩明接着说自己可以不追究他的责任，但必须要知道他背后的保护伞是谁。负责人深知自己已无退路，只能如实交代。沈浩明将收集到的所有证据整理好后交给了沈父。沈父看着这些证据，表情严肃。他深知公司内部的问题远比想象中复杂，他叮嘱沈浩明对于之后许言离婚的事情要冷处理，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沈浩明点头应下，随后离开了沈父的办公室。沈父坐在椅子上，陷入了沉思。待沈浩明离开后，他敏锐的目光落在了公司内部的毒瘤瞿明成，而此时的瞿明成知道自己暴露，也开始了自己的行动。鸿运的事败露了，老沈肯定会有所警惕。现在对他们最致命的事就是沈浩明的婚姻。有传闻他们夫妻俩还闹离婚，你去调查一下，一定要拿到沈浩明离婚的证据。